还记得被崔佛赛爆脑袋的男人吗？他可以说是整个侠盗猎车手系列里最悲惨的主角之一了。不仅女友被崔佛给崩了，就连自己也被崔佛给踩死。殊不知，曾经的强尼也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以勇猛和冷酷著称，在江湖上大杀四方，无人敢轻易挑战他的权威。那么，家人们一定很好奇，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一步步堕落，最终落得个恨死街头的下场？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侠盗猎车手4》资料片之一的失落与诅咒，探寻强尼的故事。资料片吸取了振作的教训，在画面和游戏玩法上都做了不少优化，让游戏整体体验得到了很大提升。通过同一时期3位主角的不同视角，玩家能够更加完整地了解自由城的故事。本作的主角名叫强尼·克雷比兹，他出生在自由城中的一个犹太家庭，长大以后加入了自由城的失落摩托帮，并一路打拼到帮会副会长的位置。这些飞车党最初都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起俱乐部。经过多年的演变，飞车党也成了美国亚文化元素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常年混迹街头的他们也难免与犯罪和暴力产生联系，而如今他们就是贩卖草药和拿钱办事的地下组织。在帮派首领比利的带领下，他们经常集体出动招摇过市。因为之前比利因酒驾将当地一位富豪的儿子撞成了植物人而被捕入狱，后来还被查出了非法携带美国草药，转而被送进了戒毒所重新改造。在比利服刑期间，强尼一直在外面帮比利花钱走关系，可这也引来了俱乐部的财政危机，于是强尼只能将比利的摩托车出售来抵债。最终在强尼等人的努力下，比利才得以出狱。About time. 然而众人刚回到俱乐部，比利就问起他的摩托车在哪，这下可把强尼给问住了。原来为了给老大凑够昂贵的律师费，强尼和几个兄弟合伙把老大的摩托车给卖了。不过这是强尼写过信给老大，而且老大也是同意过的。怎么今天出狱了，突然又向强尼发难？但比利却越发暴躁，他不管别的，他现在就要他的摩托车。于是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一旁的布莱恩也开始煽风点火。强尼则怒指对方，表示还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好在帮派还是有正义感的人，好哥们吉姆劝下了强尼，没让争吵进一步恶化。虽然很憋屈，但在比利的一再要求下，强尼也只能勉强答应去把他的摩托车弄回来。眼看几人认怂了，老大也顺势给了强尼一个台阶下，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比利是怎么懂得拉拢人心的？随后，强尼和好兄弟吉姆一起来到当初出售摩托的地方，问起摩托车的下落。可对方表示都过去这么久了，比利的摩托车早就不知道在哪了。此时，比利也赶到现场。随后，在他们一番威逼之下，得知了摩托车被卖给了死亡天使帮。死亡天使帮是自由城另一个飞车党组织，一直以来都是失落摩托帮的死敌。只是在比利入狱期间，强尼和对方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目前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为了夺回老大的摩托车，强尼他们只能与对方开战。解决这里的敌对成员后，成功拿回了比利的摩托车，几人也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不久，死亡天使的人就找上了门讨要说法。比利表示从来没有所谓的休战，在他的字典里，看谁不爽就是干。就在对方放完狠话准备离开时，比利却从背后直接干掉了对方，这让强尼极为不满，但也只能继续跟着比利无脑上。他们干掉了残余的死亡天使。可强尼知道，像比利这样狭隘的性格，只会将帮派一步一步推进万丈深渊。而此事过后，另一名帮派成员杰森正在炫耀与俄国小妹约会的事情，而小妹正是米哈耶尔的女儿。米哈耶尔可绝不容忍自己的女儿与这种人交往，于是就派振作主角尼克干掉了杰森。不久，在与死亡天使的一场战斗结束后，比利借缅怀杰森的机会发表起演讲，发誓要干掉那个杀死杰森的塞尔维亚人。之后，比利便带着众人来到了死亡天使帮的据点。真是他们干掉了杰森，现在是为兄弟复仇的时候。强尼表示干掉杰森的明明是塞尔维亚人，可比利却耍起无赖，还道德绑架强尼。无奈之下，强尼只好照做。在狂轰乱炸后，死亡天使被尽数消灭。在地下室的2包珍贵美国草药被比利找到，强尼感觉上了比利的当。但更棘手的是这2包东西，如果拿走，他们将惹上大麻烦。强尼强烈反对，可比利却一意孤行，还是带走了2包草药。强尼讨厌贩卖草药，毕竟碰这东西的没一个好下场。他宁愿和吉姆一起偷死亡天使的摩托卖给小日本，也不愿意碰这东西。可此时一直打压他们的2个黑警找上2人，威胁他们要么给钱，要么进局子。2人也知道不能一直被他们压榨，于是2人故意招惹黑警，并将其引入埋伏圈消灭。解决麻烦后，那批草药又成了问题，于是强尼找到了在这个领域很有实力的伊丽莎白帮忙寻找下家。期间，他还认识了尼克和花花公子等人。而尼克受伊丽莎白的指示负责保护这次交易，可就在强尼等人来到交易地点，却发现对方是警方卧底。强尼拼死从 LCPD 逃脱后回到了俱乐部，此时吉姆却带来了一个惊天霹雳的坏消息：咱们手上的这批货是偷的3合会的，而且3合会还杀掉了不少死亡天使帮的成员，并从他们嘴中得知，现在这批货在我们手里。对于比利这样的小帮派，3合会简直是降维打击。吉姆建议赶紧把货件卖给3合会，不然咱们的帮会可能会被销户，到时候1分钱也捞不到。可比利这个老逼灯还分不清现在的情况，还要一意孤行的跟3合会开战。无奈的强尼也只能劝阻老大，毕竟帮会现在的外患太多，如果你想搞得内部分裂的话，那就开战。比利一看没一个人支持他，也只能勉强同意。
Okay. 几人很快联系三合会约好了地点，到了地方后，比利和布莱恩在楼下等候，强尼和吉姆上楼交易。人家三合会又不是大冤种，偷了我们的东西还想卖给我们。强尼和吉姆不仅没拿到钱，还差点吃上枪子。埋伏的三合会成员对他们发起了进攻，好在两人有所准备，双方展开激战。此时楼上打得水深火热，楼下也不太平。哪里有草药交易，哪里就有 LCPD。他们抓住了在楼下放哨的比利，这让比利大骂强尼出卖了自己。骂的强尼里外不是人，还受着夹板气。当初让你别拿，你非是不听。现在好了，刚出狱有2进宫了。比利这一入狱，短期应该是出不来了。那么帮会现在就急需新的会长，理所应当会长就应该由强尼这个副会长担任。可布莱恩却一口咬定是强尼出卖了比利，并且对其他人说强尼是叛徒。显然他对强尼升任会长心存嫉妒，于是煽动了大量成员进行反叛，并打算通过这些成员干掉强尼。吉姆也带上信任强尼的兄弟帮忙，双方在码头展开大战。虽说布莱恩手下人数更多，但很明显战斗力不如强尼这边。很快，强尼几人就一窝端了布莱恩及其手下，并且强尼还查到了布莱恩的藏身处，亲手解决了这个麻烦。这次的内斗让帮会损失巨大，大多数成员也都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的都是对强尼有好感的老兄弟。不过好在强尼顺利坐上了会长的位置，人没有了可以再招，不过这也需要有钱来支持帮会的运转。很快，一个政府议员斯塔布斯联系到了强尼，他需要强尼替他解决那些他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很经典的替大人物当白手套的环节。而这种环节一般要做的事情都是要多黑有多黑。斯塔布斯甚至为了得到竞选资金，让强尼去干掉自己的叔叔，好让自己继承家族的基金，甚至还让强尼杀入警局，救出一些跟他有利益关系的人。这边强尼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接到了前女友艾神莉的电话。原来他被一伙瘾君子给困住了。说来艾神莉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他本人就是个重度瘾君子，曾多次背叛强尼，并且还出轨过强尼的老大比利。这次就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取草药，却让自己深陷困境。而强尼虽然嘴上嫌弃他，可每次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个女人。他嘴上甜言蜜语，哄骗强尼说自己戒掉了草药，其实无非就是想让强尼以后还能帮助他，毕竟这种人也只有强尼这个前男友才会在乎。此时强尼身为帮派首领，就要担负起帮派经营维持的责任，而 GTA 里的帮派生存发展，靠的都是老大出去四处替人干活，来养活手下的一群小弟。强尼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在伊丽莎白的介绍下，认识了新时代飞车党马尔科。与强尼他们不同的是，他们所骑的不是美式巡航摩托，而是日系的赛摩。作为传统的飞车党，强尼自然是瞧不上这群鬼火青年，但眼下为了赚钱，也只能和对方合作。然而就在一次草药交易中，对面的人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强尼等人只能干掉对方。而此时大量警察也赶到现场，于是强尼他们便开始了一场惊险刺激的逃亡。这件事之后，强尼和马尔科也成了好友。而就在此时，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不省心的艾神莉又打来求助电话，原来这次是他因为嗑药欠了俄罗斯黑帮的钱，而对方正是迪米特里的手下。对方知道艾神莉没钱还债，便要求强尼帮他们做事抵债，否则艾神莉就死路一条。作为纯爱战士，强尼也只能点头答应。而这次对方给的任务是让他去绑架一个叫罗曼贝里克的人，但强尼不想因为此事连累俱乐部的人，于是他找到了刚认识的好友马尔克。很快二人就来到罗曼经常赌博的地方，帮助了刚刚走出赌场的罗曼。胆小的罗曼一路上哭爹喊娘，随后他们将罗曼交给了迪米特里的人。而此时艾神莉再次找到强尼，原来他又和佩格里诺家族的雷搞在了一起。但他告诉强尼，他和雷什么都没有，只是朋友。但是雷现在需要强尼的帮助，艾神莉可以说是把绿茶这方面玩得明明白白。强尼也知道他跟艾神莉早就结束了，如今他也谈不上什么帮不帮，眼下他也需要赚钱。而雷这边交给他的任务则是去抢一批钻石，这批钻石来路不明，没有保险也没有记录，很容易转手。最重要的是，这批钻石价值不菲，这批钻石正是正走开头中被厨师藏进面包里的那批。于是强尼带着俱乐部的兄弟一起来到交易地点，交易的双方一方是厨师，一方则是资料片野生活之曲的主角路易斯以及他的老板基老托尼。警觉的路易斯很快发现了埋伏的强尼等人，于是便护送老板逃离，而钻石则被托尼的手下拿走。于是强尼等人干掉了托尼的手下，成功拿到了钻石。而雷收到消息，却让他把钻石放进周围的垃圾袋内。不久，雷又派尼克假扮清洁工收回了这批钻石。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钻石的买家，三位主角的故事就被这贯穿始终的钻石联系到一起。交易当天，强尼和尼克在交易地点会面，虽然二人曾在任务中合作过几次，但他们都不太了解对方。然而就在交易过程中，他们被突然杀出的路易斯袭击，最终钻石被抢，强尼也趁乱拿走了钱。而当强尼准备浴血奋战之时，却发现敌人几乎都已被消灭。原来这些人全都死在了尼克手上。强尼这才意识到这个东欧人的恐怖之处。逃出现场的强尼将货款交给了吉姆保管，自己对雷撒谎不知道货款的去向。可这招显然不太奏效，雷找人抓来了吉姆，并且当着强尼的面对他进行折磨，打算逼问出钱的下落。就在强尼无能为力的时候，吉姆挣开了束缚，两人反杀了雷的手下逃了出去，这让雷大发雷霆，并且派出大量手下对强尼展开袭击。强尼虽然干掉了追杀的黑手党，可等他回到
大本营的时候，爱神力却告诉他吉姆的死讯，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吉姆是强尼唯一的挚友，并且也是他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没了他，强尼就像失去了臂膀，而这个残存的失落帮也少了最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此时，爱神力则说，比利才是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为他在监狱内为了自保，肯定会指认强尼，所以他建议强尼去找议员斯塔布斯商量对策。可此时，强尼又怎么会听从他的建议？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女人，也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强尼愤怒地赶走了爱神力。To me now, lady. Now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可没过多久，斯塔布斯就自己找上了门。他告诉强尼，雷已经穷途末路了，不需要担心。而正如爱神力所说的，比利为了加入证人保护计划，打算给强尼和剩下的所有兄弟扣上一个贩卖草药的罪名。当初搞那批草药的人是比利，卖也是他指使强尼去卖的。现如今为了自保，却诬陷强尼才是主谋。如果不想跟比利一个下场，那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冲进监狱干掉这个老逼灯。说干就干，强尼带上了剩下所有兄弟，对监狱展开进攻，炸开监狱大门。强尼和兄弟们干掉了大量的狱卒，并最终找到比利，亲手终结了这个老逼灯。结束一切后，强尼再次返回俱乐部，而这里却被人抢砸一空，众人难掩心中的失落。如今兄弟死的死，散的散，一直被当作家的俱乐部也化为废墟。此时兄弟表示，这一切皆因贪恋而起，如果他们继续安安分分当个枯燥的飞车党，或许一切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然而一切终究是结束了，强尼也打算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于是他们一把火烧了俱乐部。众人站在门口，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带走曾经的记忆。他们看着熊熊烈火，看似是放下过去拥抱未来，但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此刻他们心中只有无尽的失落。而强尼在09年又去往了奥尔德尼市，在那里与死亡天使继续争斗。可没过多久，三合会的介入让他们每次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失落摩托帮也被重创，难以立足。无助的强尼也是在那时再次联系了爱神力，并和自己剩下的几个兄弟去往了洛圣都，在那里重新开始他们的发展。只可惜失去了精气的强尼逐渐受到了爱神力的腐蚀，最后被崔佛戴了绿帽，还被崔佛一脚爆头。这个曾经的硬汉，最终却因为这个女人落得如此下场。强尼的结局是个彻彻底底的悲剧，他的一生也都是失落与诅咒。回望强尼那不平凡的人生旅程，不得不承认他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出色。他曾经勇敢地挑战死神与强大的三合会抗衡，一举扫荡无数险恶黑手党团伙。毫无疑问，他的实力无懈可击。当然，强尼对待弟兄更是慷慨真诚。在当选会长之后，全心全意为帮派争夺种种利益。这一点对比利那个只顾自身利益、丝毫不顾他人的家伙，强尼的高尚品德绝对胜出千里。但是他却未能幸免一个潜藏的致命缺点，对爱神力的那份本不该存在的情感。倘若生活中少了爱神力的干扰，强尼未必能够达到如今的辉煌高度，但至少他绝不会落得如此悲催的结局。记得当年，他们发现肯染上草药之瘾，便毫不犹豫将其送入戒毒所接受治疗。即便肯是他共患难的生死兄弟，他们也仍明白这种事情一旦沾惹，非但成不了大器，反倒会丢了原有的幸福人生。对此，他只能狠下决心斩断这种寄生虫般的生活方式。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强尼却未能做到如此果敢坚定，反倒是日复一日的深陷其中无可自拔。其实强尼并非对爱神力一无所知，爱神力的多次背叛和欺诈将强尼的心磨砺得坚硬如铁。然而他仍然如同渴望草药之毒的瘾君子般，无法摆脱那份特殊的吸引力。若强尼倾心的是一个柔情似水、贤淑善良的女子，即便是平凡朴实的小人物，命运都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尼克的未婚妻凯特，他曾警告尼克远离帮派的纷争，并以自己宝贵的生命让尼克体验到了生活的沉重。反观爱神力带给强尼的究竟是何等境遇？战火纷飞的混乱，无尽的争端，因此这便成为了强尼最大的软肋。最后竟然因为这份看似微不足道的爱，导致了新成立的失落摩托帮面临灭顶之灾，真是可惜至极。没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以及坚韧不拔的内心，只会使原本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变得更加艰难遥不可及。对于强尼而言，虽遗憾不已，但死亡似乎也成为了一种解脱。